我叫苏锦，3天前醒来，发现躺在一个陌生男人的灵堂里，身边还有2个崽，一个8岁，一个4岁，脑子还多了一套现代农园种植技术。老天爷，挺有意思，既来之则活之，不光我要活，这2个崽也得活。还煮什么煮？老二走了，这家里哪还有闲粮养闲人？抚恤银子呢？拿出来！我问你话呢，哑巴啦！婆婆，您这嗓子真是越来越洪亮了。二牛刚死3天，您就中气十足。银子，二牛的抚恤银，那是我崽的买命钱。您要可以，先把我剁了。不许欺负我娘！听见没？摔碗了，真摔了！这苏氏，男人刚死就敢跟婆婆叫板，以前可不是这样的。以前是3棍子打不出一个屁，现在邪了门了。我听说他3天没怎么吃东西了，饿疯了也说不定。崽，往后站，拿跟奶奶说几句话。婆婆，我敬您是长辈，丑话说前头，这个家谁动我崽，我跟谁拼命。您是我长辈，也不例外。娘，饿。乖，张嘴。娘做的可香了。娘先吃。娘喝过了，剩下的你帮娘喝完，不然倒了可惜。倒是个疼孩子的，我家那口子要是有他1半疼崽，我也不会天天跟他吵。哎，我也是为你们好。你一个妇道人家，怎么养2个孩子？镇上刘员外家缺个丫头，把小丫送过去，也是享福。您再说一遍。你想干什么？婆婆，您知道寡妇为什么不好惹吗？因为寡妇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的人，什么都敢做。您前脚把她送走，后脚我就吊死在顾家大门口，舌头伸出来，脸发紫，眼睛凸出来。到时候您顾家的名声比我的命值钱。您大儿子还想考秀才，做梦去吧。您孙子还想娶媳妇儿，谁家敢把闺女嫁过来？顾家这一脉，从我死那天起，就断子绝孙。卖小丫，顾老婆子真说得出口，造孽啊！那丫头才4岁。顾家这事儿办得缺德，二牛尸骨未寒就要卖人家闺女。我呸！什么婆婆，就是个老钱婆。天爷，她真解到第2课了，第3课也要解了。伤风败俗，伤风败俗啊！娘，我们真的要……崽，今天娘要演一出戏，你带着妹妹看娘怎么收拾他们。娘要打坏人吗？娘今天不当女将军，娘今天当疯婆子。想通了，小丫什么时候送过去？想通了，今天我要分家。你疯了！老二刚死，你就想分家产？一个寡妇分出去喝西北风啊！别连累我们名声。大嫂，你嫁进顾家10年了吧？关你什么事儿？10年了，连个蛋都没下，我好歹生了俩。论对顾家的贡献，您排我后面。再废话，我连你一起打！苏氏，你别不识好歹，二弟名下只有1亩3分地，哪来的2亩？村委那屋早塌了半边，根本不能住人。你要分家，行，那屋归你，地没有。大伯，你说完了？来了！昨天摔碗，今天系麻绳，这苏氏又要闹哪出？听说要分家，寡妇分家，闻所未闻。顾家祖祖辈辈没出过这种事儿，丢人。你们不知道吧？昨天顾老婆子要卖小鸭，苏氏当场伸老说要去吊死。真的假的？我亲耳听到的，被逼急了，什么都敢说。我倒觉得有意思，看看今天他能翻出什么浪。李正，苏氏要分家，我说了，村委破屋可以给他，但地是顾家的祖产，不能分。苏氏，你怎么说？李正，我夫君在世时亲口说过想分出去单过，他名下有2亩薄田，也是他出钱修的。今天我要的就是我夫君的东西，不多拿，也不少拿。你胡说！老二什么时候说过？你干什么？顾大郎，你不是说寡妇活不了吗？行，我今天走出，我让全村人都看看顾家是怎么逼寡妇的。到时候你顾大郎的脸往哪儿搁，顾家的脸往哪儿搁。爷，他真解到第2课了，
第三课也要解了。伤风败俗，伤风败俗啊！从今天起，这是我宰的。真分了！1亩7分地，1亩7分地一间破屋，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，但好歹是个安身之所。够活了，只要捆干，饿不死。那屋后的地有我看过，回去土是肥的。这苏轼的样子，刚才就和胖若两人。今天这祠堂没白来，这叫好运年。施暴，顾家欺负人遭报应了，活该！这苏轼一张嘴跟刀子似的，句句扎心。顾老婆子也有今天，她以前多威风啊，全村没人敢惹她。活该！谁让他先欺负人的？昨天要卖人家闺女，今天还想抢地，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。不对，苏轼不是恶人，苏轼是专治恶人的。婆婆慢走，逢年过节我会带孩子来看您的。刘婶，扶我一把，腿软，刚才差点吓死我自己。扣子解到第3课的时候，我真怕没人拦。要是李章不喊停，我第4课解还是不解？你呀，走，回去跟我当家的说，今天祠堂这事儿够说1年的。这苏轼是个人物，以后他要是有什么生意，我第一个捧场。敢在祠堂脱衣服的女人，做生意肯定也成的。新竹村出治是福的时候，风有风的好坏。我倒是觉得咱们村就缺这么个人。锦娘，你这疯娘子的名声，怕是洗不掉了。洗不掉才好，洗掉了，坏人又该来了。娘，什么是文书？就是官家认的凭证，有了这个，谁也不能抢咱们的地。娘，你今天又疯了。仔，记住，跟坏人讲道理没用的时候，就比他们更疯，疯到他们怕，你就赢了。第一步迈出去了，让那些摇头的人变成点头的人。娘，这里能住吗？能，这土是肥的。仔，帮娘捡石子，屋顶的洞，明天娘去借梯子自己补。丫丫也帮娘。山芋，不，这个叶片形态更像红薯。不管了，能吃就行。娘，怎么了？仔，咱们有救了。这墙根底下有宝贝。紫苏，野生紫苏，这香气，挥发油含量至少是普通品种的2倍。沙质土壤，半阴环境，腐殖人丰富，天时地利全占了。根还是老根，现在能发新芽。娘，这是什么草？好香！这是宝贝，叫紫苏，做鱼做肉放一点，香的你舌头吞下去。半日照加上昼夜温差，植株分泌了更多芳香物质。长在阴处的香料必须比长在阳处的更香，才能让虫子找到它。笑什么？娘笑自己读了那么多年书，最后在一堵破墙底下用上了。仔，这个叫紫苏，它的香气来自叶片里看不见的小颗粒，一搓就跑到空气里。做鱼做肉放一点，腥味就没了。这个叫小茴香，肚子疼泡水喝管用，炖肉放一点更香。娘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因为娘上辈子读过书。有你们在，再破的屋也是家。山芋填饱肚子，香料卖出好价钱。2条腿走路稳当。娘，你又疯了？不是疯，是高兴。仔，咱们的好日子要来了。仔，咱们不拔了，这些草比菜值钱。草草，你们要好好长大，丫丫给你们浇水。以后这就是咱们的香料田，不能采，不能拔。那苏轼抱着孩子又哭又笑的疯疯癫癫。咦，他手里拿的啥？红彤彤的。山芋，那墙根底下长山芋了，个头不小。不止山芋，你看那一片紫苏，那叶子比我手掌还大，小茴香结籽密密麻麻的。几颗野生的，至于高兴成这样？你不懂，那紫苏的品相，老头子我活了60年没见过第2份。这破屋荒了多少年，墙根底下能长出这品相的东西，这地肥得流油。苏轼捡到宝了，会认香料，知道土质好坏，还会写字记账。顾老婆子怕是不知道自己放走了个什么样的人。这苏轼以前藏得够深啊。玉，不，这个叶片形态更像红薯，但这藤是从外面钻进来的。外面是什么？
跟院墙里那节新藤是同一批品种。从院墙到这里，枯藤覆盖的范围大约有7分地。天意，我正愁1亩7分地拿什么种，7分地的粮食就铺在眼前。新品种没人认识，所以没人抢。荒地，这哪是荒地，这是老天爷留给我的粮仓。娘，我不饿，你喝。丫丫也不饿。娘喝过了，剩下的你帮娘喝完。不能让仔看见，撑住。苏轼，开门！听说你院后种出了东西，那是顾家祖宅的地界长的，得分我们一半。大伯，分家文书上写的清楚，院后1亩7分地归我。地归你，地底下长的可没写。那山芋是从顾家地里窜过来的根儿。哦，从顾家地里窜来的，那请大伯指出来是从哪块地窜来的，窜了多长，窜过来多少根？反正就是。大伯，大伯，你知道寡妇为什么不好惹吗？因为寡妇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的人抢寡妇了！顾大郎欺负孤儿寡母了！大伯，还抢吗？不抢了，不抢了！哼，再有下一次，绝不放过你！锦娘，你刚才……刘婶，扶我一把，腿软，追了3圈，累死我了。他要是再跑1圈，我就先倒下了。这苏轼拿扁担追着顾大牢绕村3圈，我活这么大没见过。顾大牢平时多横啊，今天被一个女人追得跟兔子似的。这苏轼惹不起，惹不起！祠堂里、村道上敢追着人打，顾家踢到铁板了。可不是嘛，打得好好。就是，要我说，顾大郎活该，人家孤儿寡母好不容易种出点东西，他来抢，不要脸。苏轼这是护崽护食，谁敢动他的东西，他真敢拼命。我以前瞧不上他，今天服了，咱们村就缺这么个狠人。你呀，全村人都看见了，你疯婆子的名声怕是洗不掉了。洗不掉才好，洗掉了，坏人又该来了。娘，你又疯了。仔，娘今天教你一个道理，有人抢你东西，打不过也要追，追到他怕，追到他再也不敢来。我记住了。今天刚做的，给孩子吃。刘婶，别墨迹，你一个人带2个孩子不容易，以后有啥难处开口。第一批山芋快能收了，香料。娘，我们去哪儿？进城卖宝贝，卖了钱给丫丫买糖人儿。糖人。娘，我能背1个背篓，你背这个，能背重的。我能背更多。行，下次多背点，今天先这些。天刚蒙蒙亮，趁着没人，早些赶到县城。出村了，没人看见就好。娘，爸。丫丫，哥背你。小呀嘛，小二郎，背着书包上学堂。不能哭，孩子在前面。到了县城，先找最大的酒楼。香料这东西，普通人家用不起，得找有钱的主顾。就这家，门面大，进去的客人穿绸衫，消费得起。就是现在，进去。哎，送货走后面。我不送货，我找掌柜的谈生意。麻烦把这个给你们掌柜看一眼，就说有人送比这更好的香料来。你是青竹村苏锦，种香料的。山芋我见多了，你这有什么特别的？甜度高3成，口感粉糯，您尝尝。确实甜，3文1斤，我收。山芋3文，但我今天主要是来送香料的。紫苏、小茴香，满山都是，不值钱。刘掌柜，您先闻闻再说。这紫苏的香气怎么这么浓？刘掌柜好鼻子，普通紫苏长在向阳坡地，日晒太足，挥发油被晒掉了一半。我这紫苏长在院墙根下，半日照，水分足，叶片里的紫苏醇含量比普通的高出至少3成。紫苏陈，
你懂这个？我爹以前采药的，跟着学了几手。您再闻闻这个。紫苏叶25文一斤，小茴香籽50文一斤，有多少要多少。55文，够了，成交。但我有一个条件。说。以后我的香料优先供悦来楼，但价格随行即市，不能压价。咱们签个简单的契。苏娘子，你一个种地的，比我还会做生意。行，取纸笔来。从今天起，我的香料有主了。120文，够买1个月的粮了。先去买米，10斤米30文，剩下的铜钱还得留一些。哇！鸭苗3文一只，20只就是60文。香料田的边角料，紫苏、老叶、小茴香干子，正好喂鸭子。鸭粪肥田，鸭蛋、腌蛋、咸蛋，鸭子卖肉，这笔账划算。20只2文5一只，长期生意，以后还找您。行。这叫小鸭子，以后你帮娘喂好不好？好。要10斤米，120文，50文鸭苗，30文米，剩40文。娘要买糖人。你怎么知道娘要买糖人？因为娘上次答应了，丫丫记得。我自己都忘了，她却一直记着。对，娘答应了，今天不光买糖人，还买肉，给你们补补。娘肉贵，省着点吧，我不馋。听说了吗？苏氏昨天进城，香料卖了好几十文一斤，几十文！我家男人扛1个月活才200文，谁知道真的假的？他自己说的。悦来楼的伙计传出来的，说他们掌柜亲自尝的，当场拍板。紫苏25文，小茴香50文，50文！他那个香料怎么种的？咱们地里也长紫苏，咋就卖不上价？哎，人家会认，咱们连紫苏和小秧都分不清。买香料和山芋120文，20只鸭苗50文，3文一斤的米10斤30文，1匹粗布7文，糖儿2个2文，肉5文，还剩26文。掌柜的，打听清楚了，青竹村一个寡妇姓苏，在悦来楼卖了香料，紫苏25文一斤，小茴香50文，有等茶就不全收了。祭奠，看他下次什么时候进城。是。第一批货出手了，下一批香料半个月后能收，鸭子3个月后下蛋，一切都在正轨上。仔，娘今天给你起个大名，你叫顾望安。望是盼望的望，安是平安的安。小鸭也有，你叫顾念安，念是念念不忘的念，安是望安的安。顾念安，顾望安，顾念安，娘这辈子就是望你们念你们，只求安安稳稳的。上次卖香料是悦来楼，这次山芋量大，得找粮铺。去，讨饭去别处。我不是讨饭，我有东西想请掌柜的看看。山芋，我当什么宝贝？这玩意儿满大街都是。去别家卖，我们这儿不收。收不收，你说了不算。叫你家掌柜出来。什么事儿？这是薯物？不对，这皮色，这分量。掌柜好眼力，这叫甜薯，本地不多见，耐旱高产，生吃脆甜，熟吃粉糯。甜，比普通山芋甜。甜度高是因为温差大，青竹村晚上凉，白天晒，糖分积累的多。你懂这个？种地的不懂怎么种的好。你有多少？第一趟约莫20斤。
3文1斤。周掌柜，您刚才多嚼了2片，第一片是肠胃道，第2片是在品后劲，能让你嚼第2片的东西只值3文。好一个精明的娘子，你说多少？3文5一斤，不还价。3文5，普通山芋才2文。普通山芋皮厚筋多，纤维粗，我这田鼠皮薄如纸，肉质细嫩。您开了几10年粮铺，这点分别您比我清楚。而且普通山芋放半个月就干瘪，我这田鼠放1个月不坏。您收了我的货，不用担心烂在仓库里。放1个月不坏，当真？如果我撒谎，您以后不再收我的货。哈哈哈，有意思。你一个女人做生意比男人还精，4文1斤，就这个价。但我有一个条件，以后你的山芋优先供我尾。成交。掌柜的，我来。你去搬筐。20斤，4文1斤，一共80文，你数数。周掌柜，我还有一样东西，想请您帮忙看看。紫苏，这香气比市面上浓得多。你懂香料？懂一点。这些香料，药材铺和酒楼都要。你有多少，我帮你牵线。不过你得告诉我，你这些东西怎么种出来的？种地靠3样：土好、水好、伺候的勤。周掌柜要是有兴趣，下次送货我多带一份给你看。你这个娘子说话滴水不漏。这些香料要不等量足了一并送，先给你20文定金，10天后你把第1批香料送过来，价格按品项定，不会亏你。80文山芋钱，20文香料定金，一共100文。那是不是青竹村那个疯娘子？疯娘子什么疯娘子？你没听说？祠堂里赶村道上拿扁杖追他大伯跑了3圈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侄女嫁到青竹村亲眼看见的。说这疯娘子男人死了，一个人带2个崽，谁都敢惹，敢跟掌柜讲价，倒真有几分胆色。掌柜的，打听清楚了，青竹村一个寡妇姓苏，今天在周至卖了田鼠，又签了香料定金。周掌柜亲自谈的价，听伙计说1斤给了4文，比市价高。一个寡妇从青竹村到县城，跟周志谈下生意，去查查他还有什么人，家里有多少地，种的什么东西，卖给谁了，是一样一样查清楚。山芋卖出去了，香料定金拿到了，鸭苗长个儿了，一切都在正轨上。鱼又能给仔仔加顿饭了。上有顾大郎的地。锦娘，溪水断了，我早上去打水，一滴都没有。我知道了，上游被人劫了。谁干的？顾大郎。娘，草草渴了。娘知道，娘去给草草找水。锦娘，你又要……刘婶儿，我不打人，我去讲道理。快走快走！苏轼提着扁担去找顾大郎说沏水的事儿了。沏水断了，我家菜地也浇不了，咱们去问问情况。顾大郎这回怕是要好好解释一下了。大伯，晒太阳呢，好雅兴。这是你垒的？我的地，我垒个坝怎么了？水从我地头上过就是我的，我想截就截。
水从他地头过就是他的，那我家的地也在下游，凭啥一滴水没有？顾大郎，你把水全截了，我家的菜地咋办？都蔫了2天了，关你们什么事儿？各家的地各家管。就许我们说，你节水，不许我们说。大伯，大夏律有规定，水源从谁地头过，谁就有权用水，但不能独占。下游有田的人也有份。我不管什么绿不绿，你把水全接地。水从我地头过就是我的，你要用水拿钱来买。多少钱？1两银子，1个月。1两？顾大郎，你疯了！我家那3分菜地是不是也得给你交银子？顾大郎，这溪水是山上流下来的，凭啥你一个人说了算？顾大郎，做事别太绝。大伯，你这一把水比县城里的井水还贵，咱们乡里乡亲的，你开这个价，不怕被人戳脊梁骨？爱买不买，不买可着。顾大郎，你知不知道这道拔是谁让你雷的？我自己雷的，怎么了？孙掌柜的人找过你吧，让你断我的水，逼我去求他，他许了你什么？银子，还是分你香料？大伯，你被人当刀使了。孙掌柜让你断我的水，等我的香料旱死了，再出面收我的地。到时候你唠叨什么了？他给的那点银子，够买顾家的脸面吗？够买乡亲们的骂名吗？大伯，我给你1天时间，把坝拆了。你要是不拆，明天我就去县衙拿分家文书和地契，告你霸占水源。大夏律霸占水源杖40，你自己掂量。明天不拆，苏轼就去告你，杖40，屁股开花。不光苏轼告，我也去作证。你断水，我家菜地也旱了。大郎，拆了吧，别为了孙掌柜那点银子，把全村人都得罪了。苏娘子，水来了，我家菜地有救了。苏娘子，昨天的事儿多亏你，要不是你去找顾大郎，这水还不知道要断到什么时候。大伯，谢了。我不是怕你，我是怕真吃官司。怕官司就对了，怕官司的人偿命。水，草草有水啦！拆了，拆了。顾大郎这回怎么这么听话？不是听话，是全村人都盯着他。他得罪我一个还能扛，得罪全村人他扛不住。锦娘，你越来越什么？越来越不好惹了。不好惹才对，好惹的人在这世道活不下去。刘奶奶，等我新衣服好看吗？好看。掌柜的，顾大郎把坝拆了，苏轼去找了扛不住，第2天就拆了。好，水源这条路走不通了，行，换一条买。跟张掌柜打个招呼，去。苏锦的生意，孙家不做，让他也别做。她不过一个农村寡妇，您为何？他的紫苏比咱们供了20年的货还香，刘掌柜在收，再让他卖1年，咱们在云水县的香料生意就可以关门了。水回来了，香料保住了，但孙掌柜不会只出这一招，下一招会是什么？锦娘，不好啦！第一批卖了100文，这一批产量至少翻3倍，香料也快能收第2耙了。按这个势头，年底能攒够修屋顶的钱。锦娘，你听说了吗？听说什么？县城那边传过来的话，说你的田华是用妖法催熟的，说你一个寡妇哪来这么好的货，肯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法子。这话是从哪儿传出来的？听周掌柜铺子里的伙计说，是孙记粮铺那边放的话。孙掌柜终于出手了，第一招坏我名声。苏娘子坐，你的货品相没问题。怎么了？这2天有人来我铺子里指指点点，说你卖的田鼠来路不正，是用妖法催熟的，吃了会生病。我知道是胡说，但老百姓信这个，他们不懂什么品相不品相，听风就是雨。有几个老主顾来问我，你那田鼠是不是青竹村那个寡妇种的？听说那东西吃不得。降多少？2文。周掌柜，不用降价。借你门口1块地，给我1炷香的功夫。各位乡亲，路过的大爷大娘，耽误大伙一会儿功夫。这谁呀？摆了这么多东西？哎，是不是那个疯娘子？好像是青竹村那个祠堂里
衣服的那个就是他。这山芋个头不小，怎么卖的？先不卖，先请大家看个东西。哎呀，生的直接就啃，生吃不怕拉肚子。有没有人想尝尝？生吃，甜的。我苏锦第一个吃，第一个尝。要是有病，我第一个得。甜的，脆的，比地里的萝卜还脆。这是我闺女在吃的。我苏锦是个寡妇，带2个孩子就靠这点地活命。我要是用妖法，我第一个毒死我自己。我再毒，也毒不到自己的崽。倒也是，谁会拿自己孩子试毒？各位再闻闻这个紫苏，我从山里一颗颗找来的，没用过1粒肥料，香不香？鼻子不会骗人。紫苏香，比我菜园子里种的那个香多了。好品相，这个品相，悦来楼的刘掌柜见了也得收。这个能不能单卖？我媳妇儿爱吃紫苏炒蛋。今天先卖甜薯，紫苏下回带足了量，大伙儿再来捧场。给我来2个甜薯，我也要3个，我买5个。妖法，口碑这东西，拿事实堵嘴最管用。嘴堵上了，下面就看孙掌柜还要出什么闹。哎，掌柜的，那女子她那甜薯当街生吃，还让她侄儿跟着吃，围观的人立马就信了，现在抢着买。有点意思。要不要再放话？不用，他当街自证，咱们再放话，反而显得咱们刻意。一个寡妇带2个孩子，能在祠堂里脱衣服，能在村道上追着人打，能在当街生吃山芋，这个女人不是好对付的。那咱们不急，硬的不行就来软的。是。我姓沈，在州府做南北货生意。苏娘子，你这香料的品相，在我见过的货里排前3。你要是愿意，下回送货多带1份，我让人来看。沈老板做南北货，见过的香料比我吃过的盐都多，能得沈老板一句品相好，我今天这趟没白来。好，苏娘子爽快。沈老板，州府，这是今天意外的收获，但孙掌柜不会就这么算了，他不动声色才是最可怕的。走吧，回家。306文，加在一起手里有432文了。买米买油置办家用，又花去100文。修屋顶的钱已经攒了快1半了。这个字念甜，咱家有3块甜：香料甜、山芋甜、鸭糖甜。丫丫也有1块甜。你哪来的甜？那里丫丫的花花甜。锦娘，锦娘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你婆婆带人去县衙了，说要告你忤逆不孝。婆婆告我，分家文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各过各的，两不相干。她凭什么告？说是你不赡养婆婆，按大下吕，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。分家文书是分家文书，但孝道是孝道。孙掌柜，我当街自证，她不动声色。现在，她动的不是自己的手，是借婆婆的嘴。这一招比上回传谣言毒得多。别出来，妹妹交给你。这就是我顾家的好媳妇儿，分家产吃独食，不顾婆婆。又来了，这次又想抢什么？老天爷呀，我儿子失口未寒啊！婆婆，您这嗓门真是越来越洪亮了。上次祠堂里您也这么喊，后来就签了分家文书，今天又这么喊，您是又想签什么？苏姐，我今天不是来闹的，我就是来看看小宝小丫，我是他们亲奶奶，我想孙子孙女了，不行吗？婆婆想孙子孙女，逢年过节我带孩子去看您。分家文书上写了，两不相干，但逢年过节的礼数我没少。你们听听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他就是这么跟婆婆说话的。苏锦，你一个寡妇，婆婆上门是给你脸，你还敢顶嘴？大嫂，你也在，正好。上次在祠堂，你说我分出去喝西北风，现在我喝上粥了，你又来了，是来蹭饭的？我今天就要看。婆婆，
您今天看不了。你拦我？你凭什么拦我？那是我顾家的种。分家文书上写了，划破村为老屋一间，屋后薄田1亩7成，归苏氏及其子女名下，永为私产。这屋是我的，您要进我的屋，得我点头。我不点头，您就是私闯民宅。大夏律：私闯民宅，杖20。谁踏进这扇门，我就砍谁。苏氏，你把刀放下！我苏锦，男人死了，家被分了，就剩这2个崽和这间破屋。谁动我的崽，我豁出这条命。婆婆，您知道的，寡妇什么都不怕，因为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的人，什么都敢做。顾张氏，分家文书上写了各过各的，两不相干。文书是我亲手写的，手印是你儿子顾大郎亲手摁的。你今天带人闯门，她是我儿媳妇儿，我进我儿媳妇的门，天经地义。分了家就不是你儿媳妇了。文书上写的是苏氏，不姓顾，她跟你顾家是2家人。你再闹，我现在就写状子送你去县衙，到时候王县令判你个聚众滋事，你别怪我没提醒你。还有你刘氏，分家的文书你也画了押的，跟着来闹，你是想挨板子？顾老婆子，人家孤儿寡母的，你这是要逼死人啊！上次抢山芋，这次抢孩子，顾家就没别的本事了。苏娘子，拿刀护崽，我服。就是没错。苏氏，你把刀收起来，顾家的人我看着他们走。顾张氏，你在这儿多站一息，明日村里传的话就多一句说你逼孤儿寡母的话，你自己掂量。好，你们都被他骗了。你以为有李正护着就没事了？县衙里我也有人。苏氏，你收刀吧。你婆婆说县衙有人，未必是假话，你当心些。县衙有人，是她自己的话，还是有人帮她准备好的话？孙掌柜，你在暗处，婆婆在明处，你借她的嘴告我忤逆。下一步，该是在公堂上等我吧。刘婶，明天帮我带1天孩子。你要去哪儿？你要自己去？你一个人去县衙？县衙，他告我忤逆，我总不能等着衙役来抓人，一个人够了。分家文书在怀里，村民在村里，刀在灶台上，他告不赢。怕不怕？不怕。娘拿刀的时候手不抖。崽，娘拿刀不是要砍人，是让坏人知道娘什么都不怕。坏人怕不怕，比打不打得过更重要。丫丫不怕，娘在，丫丫不怕。堂下所贵何人？所告何事？青天大老爷，民妇顾门张氏状告儿媳苏氏忤逆不孝，她分家令过，挣了银钱一文都不孝敬，还在村中持刀行凶，意图弑婆，求青天大老爷为民妇做主。持刀行凶，告得这么重？弑婆，这罪名要是坐实了，得下大狱。娘子这回怕是悬了，她怎么还不说话？苏氏，顾张氏告你忤逆不孝，持刀行凶，你可认罪？民妇不认。分家一事可有此事？有，分家文书在此，请大人过目。大人，这是民妇3年来刺绣养鸡卖菜补贴家用的账目，每一笔都有证人。夫君在世时吃药的银钱是民妇1针1线绣帕子换的。婆婆说民妇不孝，请婆婆拿出她童养我母子3人的账目来。分家文书上写明两不相干，若文书有效，民妇便无不孝一说。请大人明示章程，民妇照做。说得好，拿文书说话。婆婆说民妇持刀行凶，刀在这里。看他第3样拿什么？顾张氏，听清楚了，自愿画押，何来逼迫？就算文书是真，她不赡养婆婆也是事实。她那些田鼠都用来养汉子了，就是。我娘拿刀的时候，刀尖朝下，她挡在门口，没砍我奶奶。我娘拦我奶奶，是因为我奶奶要把妹妹卖到刘员外家。分家文书上写了，我娘和我们是2家人，我娘没错，求大人别罚我娘。这孩子才8岁。别急，让他说。这娃在窗外背书的时候，我就说了，这母子不简单。肃静！顾张氏，分家文书为真，你想把孙女卖到刘员外家，可有此事？你带人闯入苏氏家中，欲抢夺子女，可有此事？我就是想看看孙子孙女，
传周记粮铺周掌柜。周掌柜，苏氏可曾向你售卖甜有及香料？回大人，苏娘子与草民签有契约，紫苏及小茴香若干，货款共100文。她可有提到过婆婆及故？草民问过苏娘子，家中还有何人？她说，就她和2个孩子。顾张氏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大人，民妇是被人唆使的。何人唆使？是县城孙继找到我大儿子顾大郎，说只要把苏锦的待不下去，就给我们5两银子。民妇鬼迷心窍。孙掌柜，是孙掌柜。先是抢地，再是放谣言，现在又唆使人告状。他妈的！我就说顾老婆子平时精得很，怎么突然又来闹？原来后面有人。不叫的狗才咬人，孙掌柜，好一个孙掌柜！本案查明，苏氏无罪，顾张氏念你年老，且系受人唆使，掌嘴时下，以儆效尤。孙记粮铺孙掌柜涉嫌唆使他人诬告扰乱公堂，本县改日传讯，退堂。谢大人。终于又抱到你们了。孙掌柜，你的棋子招了，下一步你是缩回去，还是亲自下场？不管你怎么选，我都会接着。锦娘，没事了。苏娘子，恭喜！多谢周掌柜仗义作证。不必谢，你那甜薯和香料确实是好东西，怎么样，还做不做？做，而且要做得更大。这一页翻过去。夜斑病，真菌性，在我的时代，多菌里一喷就好。可这里没有，没有药，没有喷雾器，什么都没有。孢子已经扩散了，如果不控制，整片田都会传染。这一茬山芋全毁。草木灰碱性，能抑菌；石灰更强，但会烧根；苦苓叶有杀菌驱虫的效果。这3样东西我都有，但没有经过配比试验，直接往田里用，是治病还是烧苗，谁也不知道。天亮就去配，先试1小片，死马当活马医。苏娘子，这苗咋了？是病，会传染。这片也黄了，昨天还没这么多，这茬还能收吗？给我半天时间。火温，这是火温。我小时候见过这种，老辈人说是火温，一株染上，整片田都跑不掉。我爹那年种的山芋，火温一来，10亩地收了不到2亩。赵婆，那怎么办？老辈人没法子，只能等它烂完。赵婆，老辈人没法子，是因为不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。我知道，给我半天。锦娘，你这是药，3份配方，石灰比例不一样。第1份石灰最少，第3份最多。先看2天。第2组配比：草木灰2份，石灰1份，苦面汁调成糊，涂病叶正反面，不烧苗，能抑菌。走，下田。叶子不疼，叶子不疼，药抹完药就好啦。我平常在抖音精选看漫剧，漫剧千万，哪里最好看？抖音精选 APP， 海量爆款天天更，想看就看，想听就听，还可以定时。像我这种喜欢听书睡觉的人，再也不怕醒来手机没电了。你们有时间可以去看看。好。新芽活过来了。娘，叶子吃了药好了吗？好了，药管用了，咱们的山芋不会死了。苏娘子，这药真把火温压住了。你看这个，我刚刚掰的，新芽长了3片叶。
我爹那10亩地，当年要有这个药，病害控制住了，但这一茬产量肯定受影响。本来预计翻3倍，现在能保住原来的产量就不错了。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上，单看山芋，一场病害就能要命。香料高端货，利润高，但周期长，风险集中。田鼠走量，但价格低，怕病害。鸭蛋短周期，1个月就能产蛋，腌好了能放半年。3条腿走路，1条腿瘸了，另外2条还能撑着。仔，走，回家。明天开始，咱们不光种地，还养鸭，不光养鸭，还腌蛋。娘，你又要搞新东西了？对，娘这一次要把篮子编大一点。田鼠20斤，香料5斤，按上次的价，一共130文。啊，有了这笔钱，鸭笼可以扩建，还能再买20只鸭苗。这表情，上次他为难的时候，也是先笑了再为难。苏娘子，坐。周掌柜，怎么了？你的货没问题，但是孙记那边最近动作很大。孙掌柜不知从哪儿调来了一批田鼠，品相比你的差一截，但价格压到了2文5一斤。2文5，就放在孙记粮铺门口，大筐装着，见人就吆喝。老百姓认便宜，你那些老主顾有一半跑去买他的了。掌柜的，昨天那个买田鼠的大娘今天去了孙记，她说反正都是田鼠，差不了多少。亏本卖，就为了挤你，我不能按原价收了。降多少？2文5。周掌柜，这价我卖不了。我知道你这货值3文，但孙记把价压到2文5，我再按3文收，砸在手里，铺子也扛不住。要不你把香料给我，田鼠先拿回去。不卖了？不用。那你去。香料和田鼠今天我都不卖了。这阵子多谢你，你的难处我明白，但我的货值什么价，我心里有数。悦来楼，我的货从这儿进的厨房。哎，送货走后面。我不送货，我找你们掌柜谈生意。掌柜的忙，你改天把这个给你们掌柜看一眼，就说青竹村苏锦有比孙记更好的货。掌柜的，外面有人找。苏锦，刘掌柜，我见过你的货，上次你在周记门口当街生吃田鼠，我在对面酒楼正好瞧见。那刘掌柜一定也看见孙记的人怎么压价了。紫苏品相确实好，香料我收，田鼠3文1斤。田鼠3文，香料不单卖。不单卖？香料和田鼠搭着卖，悦来楼拿货量大，香料搭着田鼠走，田鼠我让1文，3文1斤。周掌柜那边零散拿货，还是4文。行，你这些货我全要了。你的货我收了，但我有个条件，我要你的香料专供悦来楼，以后你不许卖给别家。若供货品质不达买方标准，卖方需赔偿买方10倍货款。刘掌柜，这品质不达买方标准，谁来定？自然是我悦来楼的后厨师傅定。也就是说，你觉得不好，随时可以让我赔10倍货款。生意嘛，总得有个保障。这契书我签不了。整个县城除了我悦来楼，没人能给你这个价。价格好，也得有命赚。刘掌柜，我也有一个条件，你听听。让我想想，3天，3天之后，要么他签我的条款，
要么我另外找路。田鼠，又大又甜的田鼠，2文5一斤。皮厚大小不一，还有重眼，2文5，这货也敢叫板？那婆娘又去悦来楼了，刘掌柜能压住她吗？刘掌柜是个生意人，生意人讲条件，讲条件的就有缝。去查查，他跟刘掌柜签了什么契？签了就按契书走，没签就帮他签。帮他签？那张契书上的10倍赔偿，不是他一个人的手笔，他后面有人。孙掌柜，你没在公堂上赢我，就换了个棋盘。这条款写的硬气，倒不像个村妇想的。苏娘子，你先坐。这女人的条款我看了3遍，每一条都打在要害上。今天这契书一签，就是长期的买卖了。旧契书也铺开了，他把2张都摆在桌上，是让我看清楚他删了什么，改了什么。你写的条款我看了3遍，品质以双方共同封存的样品为准，这条没问题。每次交货当场验货，当场结清也行。但这条前2条他都认了，偏在这条停住。公断人，他怕周掌柜偏向我。这条有什么问题？周掌柜是你熟人，公断人得换。周掌柜是我熟人，但他是县城最老牌的粮铺掌柜，做了30年，名声在外。刘掌柜，你跟他竞争了这么多年，他的品性你比我清楚，他会不会为了偏袒一个寡妇砸自己招牌？好，这条不改，10倍赔偿删了，封样验货公断都写上。这女人的方案挑不出毛病。这是这批货的样品，请刘掌柜封存。样品封存，当场验货，争议公断都写上。样品入罐，品相就锁死了，以后每一批货都跟着罐子里的比。蜡封落下去，品质就锁在罐子里了，这是站得住的凭证。只因落下去，这张契书就站住了，贴在心口，跟分家文书一样。这张纸是我站着的底气。第1批货已经送来了，以后每半个月送1次。香料5斤，田熟是收成而定。行，苏娘子，你这女人要是肯来悦来楼做个管事，我1年给你开20两银子。谢刘掌柜看得起，但我的地长在青竹村，我到别的地方种不出那种品相。10倍赔偿没了，品质标准封在样品罐里。这张契书站得住，那扇窗有人在看。契签成了，他赢了这一局，但来日方长。不必对视，他知道我签了，我知道他在看。掌柜的，那婆娘跟悦来楼签了契，我刚才去打听，她连样品都封在罐子里了。刘掌柜删了10倍赔偿那条。样品封罐10倍赔偿删除，每一步都走得滴水不漏。锦娘，怎么样？签了，半个月送1次货，当场验货，当场结清。签了。悦来楼那个刘掌柜，我听说他可不是好相鱼的。刘掌柜和契书贴在心口，这份踏实是我自己挣来的。10倍赔偿那条给我删了。10倍赔偿？天爷，这要是没看出来，以后他随便找个由头就能坑你。封了样品，他把样品封在罐子里，蜡封的，以后每一批货都跟样品比，他做不了手脚。那罐子里就是咱们这茬的紫苏和小茴香，品相摆在那儿，他以后验货对样品，咱们的品相只会比样品好，不会比样品差。这契书是拿品相死磕出来的。锦娘，你这脑子种地可惜了。回家喂鸭子。回家了，看着俩孩子，心才落定。但这4个字，笔墨重的不寻常。刘掌柜的手不该这么重，这一笔重的不寻常。是谁在刘掌柜旁边又多描了一下？透光一看，一目了然。这4个字的墨色不是同一个人写下的，一笔拐弯的地方院开了，是写字的人顿了一下，改了主意又描了一笔。他一字没改坏，反而把条款修得更紧。这不是放过我，是在品控上先让一步，下一步他会在别的地方找补。娘，你在看什么？看字。仔，以后你读书多了，也要看得懂字，字里有东西。字里有东西？娘说的话我还不太懂。茶凉了，今天的事都在老夫眼里。明天不用备车了，
不去了。您不是要去的？他跟刘掌柜签了长期契。我现在去村里压他，反而让刘掌柜知道我急。长街空无一人，这盘棋不在这一时，让他先跑，等他下一次走货再说。倒是有些意思，难缠。山芋、香料、压苗、人工，每笔清白。刘掌柜改契书时，有人在旁边。那个人不是孙掌柜的伙计，是孙掌柜本人。他不动声色地帮我修条款，不是好心。今天他改的利于我，下次未必。还带着体温呢。娘，鸭蛋！鸭子开始下蛋了。鲜鸭蛋卖不上价，集市上3文2个，去掉运费不划算。但如果腌成咸鸭蛋，一枚能卖5文，还耐放。黄泥、草木灰、盐、茶水，这4样东西我都有。咸鸭蛋的做法不难，关键是盐的比例和腌制时间。盐少了不流油，盐多了咸得齁嗓子。上辈子实验室里做正浆试验，这辈子用同样的法子腌鸭蛋，配方记在脑子里，差不了。细得像面粉。没有秤，用手掂，心里换算着克数。3份配方，盐多盐少，半月后见分晓。2、3。锦娘，你这是腌蛋？刘婶儿，咸鸭蛋。这泥糊还不一样，盐的比例不一样。第1碗盐最多，第2碗适中，第3碗最少。过半个月打开看，哪个最流油，哪个最咸淡正好，以后就按哪个配方来。苏娘子，你这是在腌蛋？这蛋新鲜，腌出来蛋黄能流油？流不流油得看盐多盐少，盐多了流油但齁嗓子，盐少了不流油，中间那个度得试。我年轻时候腌过，老法子，黄迷或盐，没加草木灰。你这加草木灰是哪儿学来的？自己琢磨的。草木灰碱性强，能让蛋白更嫩，蛋黄更容易出油，就是比例不好掌握，多了涩嘴。等半个月，半个月之后打开就知道了。半个月了，该开了。流油了，流油了！锦娘，这个油香哇！让我看看，天爷，这蛋黄流得跟蜜似的。娘，这个好吃，比糖人还好吃。娘，这个卖的比田鼠贵吧？对，这个卖的贵。不催他，让他自己品。这是你做的？自家鸭子下的蛋，第1罐刚开。这东西可以当菜，可以做点心，能下酒也能送礼，咸淡正好，蛋黄流油，比我在州府吃过的都好。你有多少？第1批100枚，以后每个月都有。5文1枚。
我全要了。行，掌柜的，5文1枚，比咱们之前收的咸鸭蛋贵1倍。这是能流油的咸鸭蛋，你拿市面上那种不流油的来比。苏娘子，你这咸鸭蛋能不能也给我供一些？我不跟悦来楼抢高端生意，我走粮油铺的渠道卖给普通百姓，包装分开，悦来楼走精品，我走亲民。可以，但我1个月只能供300枚，悦来楼100枚，你这边200枚，鸭蛋产量有限，多了我供不上。成，200枚够了。